我去大周国找你们大师兄和师傅的下落。千竹、通月，你们两个看家，使命，收拾东西，随我走一趟。师叔，带三师兄去不带我，我也要去。乖，我们不是去玩的，带你三师兄去天玄书院有要事。听话，我会很快回来。那好吧。我不放心你们，这是我画了无数符纸，若有闹事的，直接拿五雷符轰他。天罡五雷阵，起！另外，我布置了一个微型传送阵，虽然只能传送吉利底，且是随机的，但我在罐里埋了360道九阳圣火符，一旦启动，整个长生关会瞬间化为飞灰。上次赵千秋那种高手来了，也得脱层皮。师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罐里埋了什么仙界仙宝呢，还是不够安全。这是我炼制的升级版灵宝缚仙锁，拿去，关键时刻能捆住通玄境高手。师叔，正常的缚仙锁不都是金光闪闪的吗？这黑漆漆的玩意儿，确定没毛病？能用就行，管它什么颜色。解不开！完了，师叔炼制的奇葩法宝已经让我有心理阴影了。上次让人拉裤疼，这次又会干啥？师叔，前面的雨好像小一点了，我们要不要找个山洞歇歇脚，吃点东西？也好，正好有些饿了。小云，叔哥，别管我了，我在这儿拖住他们，你快跑！我们之间必须活下来一个。放屁！我若是将你们母子丢下，我岂不是猪狗不如？可是这关乎到我们的国运啊，叔哥，走啊！这是仙鹤门的通玄境弟子，大着肚子被追杀。师叔，那两个人身上的杀气好恐怖。看那装束，应该是季雪阁的金牌杀手。师叔，那女人还怀着孩子呢，咱们能不能救救他们？少年人有侠义心肠是好事，既然你想救，那你就去呗。我靠，你真去啊！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孕妇，你们季雪阁还要不要脸？三片蝼蚁也敢出来英雄救美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小弟弟，快走！今天你们谁也走不掉！快走！一言不合就要大开杀戒，季血阁的人还真是好威风。前辈，这是我们季雪阁和他们夫妻的私人恩怨，还希望前辈不要插手，免得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给你3息的时间，滚，否则你也死。前辈可是想好了，得罪我季血阁。3，我操！不讲武德！哇！这么狠！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外面天凉，你夫人还怀着身孕，来马车上吧。多谢前辈。好，挥手间一死一伤2名通玄境杀手，修为最少也是天罡境。在下唐门唐婉书，这是内人郎小云。唐门的人，坐吧。我不是什么前辈，如你们所见，只是个算命先生罢了。先生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求先生帮我们一把。起来吧。先生，我虽是唐门中人，但也是朝廷的人，
早年奉九皇子之命潜伏大周国，近日窃取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，大周震怒，才重金请季血阁一路追杀。这份情报对神区至关重要，不知先生可否护送我们一程？巧了，上次雨清扬被季血阁追杀，也是被我救下来的。如今你们又落在我手里，算是有缘。先生，救过九天下。一点小事。我要前往灵岩城入大周，带你们一段倒也无妨。多谢先生，只要到了天霞关，就有我唐门的高手接应。师命，走吧。先生大恩无以为报，这是我唐门的毒经，送给您解闷研究。你们唐门的东西，随便送人没关系。先生放心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多谢了。你们唐门的千命鬼莲还在我手里呢，这要是拿出来，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羊肉串好了，你们来尝尝吧。我烤的可能没师叔好，试试看。尝尝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串。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。要是有杯冰镇的啤酒就好了，一口羊肉串，一口冰扎啤，那才是人间美味。先生，啤酒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这有上好的陈年佳酿。好。使命，别忙活了，过来。师叔，我送您去休息吧。我没事。使命啊，师叔，我让你二师兄当了超脱之下第一人，让你小师妹逆天改命成了天才，但到现在都没帮上你什么，你怪不怪师叔？没有，师叔不是正要带我去天玄书院找不老泉吗？先生，您喝多了。没多。使命，师叔今天教你一门武学，你资质差，但这套拳法你肯定学得会。先生，既然您要传授拳法，我们夫妻就先避嫌了。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高明的拳法，公园老头老太太都会，你们看也没关系。使命，看好了，这拳法也太慢了。先生真的是喝醉在闹着玩吧？这是野马分松，白鹤亮翅，揽雀尾，太极云手。这股玄妙的真意是怎么回事？我曾经是仙鹤门的天才，竟然完全看不懂这拳法的走势。如劈蒲见青天，如孤舟入沧海。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收。此拳法，放眼天玄界所有功法，绝对能入前3。先生的本事简直通天。昨晚真喝断片了，这世界的酒后劲儿还挺大。咦，使命，你这太极拳哪里学来的？是师叔你昨晚教我的呀，唐大哥他们都能证明。先生，我们夫妻昨晚不小心也看到了您的神级拳法，还偷偷跟着比划了2下，请先生降罪。没事，先生，您不生气，一套太极拳而已，看了又能怎么样？行了，收拾收拾，继续赶路吧。不知是什么风，居然将季血阁的大盟主吹到我云荒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。参见大祭司。下去吧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最近你们云荒的手伸得有点太长了吧？什么意思？赵千秋的事暂且不提，这次我季血阁的金牌杀手又死在了你们的招牌武官手里，云荒需要给我一个说法。地狱成剑，这是大天象诀，能做到地狱成剑，瞬间秒杀通玄境高手，此人的大天象诀起码达到了第7重。那又如何？可我云荒之中
懂这门功法的不过4人，修为最高的便是我，也不过堪堪第6重罢了。你觉得这件事和我云望能有什么关系？大天象诀本就是你们星罗国的绝学，现在我季血阁2人死在这门功法下，怎么会没关系？别说没关系，就算有关系又如何？你季血阁干的就是杀人越货的买卖，杀手接了任务就要做好被人杀的准备。为了这件事就来我云皇找茬，欺我云皇无人不成？既然事情和你们无关，那今日算我叨扰了，告辞。不过这事儿说来也好笑，修炼星罗国绝学最厉害的人，竟然不是你们星罗国的人。自从国主仙逝，再无人能施展出如此威力的大天象诀，难道秘籍真的外流了？蒙玉，你堂堂星罗国大统领，曾经让神魁国闻风丧胆的战神，就不能把自己弄干净点儿？刚才正插秧呢，再不种下去就来不及了。有啥事快说，我地里还有活。胡闹！你是不是把复国的事儿都忘了？真当自己是农民了？我没忘，但我不种地，大家吃什么？少主吃什么？吵什么呢？本少主还有事呢。我的自动灌溉机马上就研发成功了。复国无望啊！皇室怎么就留下这么个不务正业的独苗？有人用第7重的大天象诀杀了季血阁的人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大天象诀的秘籍还在吗？秘籍自然在，本祭司亲自守着，无人能靠近。问题绝不出在秘籍上。什么玩意儿？大祭司，您竟然看这种书？大祭司虽然年纪大了，可毕竟也是个男人。扯什么淡？大天象诀的秘籍丢了，什么时候被偷的？大祭司别急，大天象诀丢了已成事实。这纸是神去国偏远地区常用的镇关纸，若我所料不错，盗取秘籍的人就在这片区域。我作为云皇少主，有义务找回秘法。我再去研究研究这本书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。告辞。我们少主终于长大了，才华终于展现出来了。我们星罗国复国有望了啊！前面就是渡口，先生过了江便是灵岩城。感谢一路护送，日后定要来唐门做客，就此别过。使命，以后吃不到你的羊肉串了。师叔说过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好厉害，这天下关竟有如此高手！是他！天哪，剑仙降世了！他是何人？竹剑仙苏念一，他是绝情谷的人，当世剑仙之一，实力非常强。剑仙，也就是说他的修为已经到了立仙境，并非达到立仙境就可称为剑仙。所谓的仙，不仅仅是要达到立仙境，更是要走出自己的道，才可以称之为仙。这天地间能称之为仙的强者，少得可怜。就是因为他们走不出自己的道，踏入立仙境本就是很难的事情，走出自己的道，就是一个更难的事情。听说了吗？灵岩城又打起来了，肯定又是大周的那些人。这些年，大周和我们神阙的摩擦不断，尤其是几个边关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次不是简单的打扰，听说差点破了城。据说上午的时候，有人还看到竹剑仙去往灵岩城了。这几年，要是没有竹剑仙在的话，灵岩城怕是早就破了。竹
竹剑仙为什么要守护凌烟城？莫非以前是凌烟城的人？这位兄弟看来很少出门啊。这竹剑仙曾是绝情谷的无上天才，名唤苏念一。后来神去国爆发战争，苏念一以绝情谷弟子的身份来参加神去保卫战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认识了神去国沈竹将军。长久的并肩作战，让两人坠入爱河中。可是绝情谷的弟子是不允许动情的，否则忘情割绝，此生将再无寸进。当时的绝情谷谷主，也就是苏念一的师尊，培养他是希望他争夺天命的。如今却竟然爱上了一个男人，这如何能忍？就想让他们断绝关系，这么狗血。接下来我来说吧。苏念一的师尊想要杀了沈竹，断绝苏念一的念头，让他安心争夺天命。然而得知师尊竟然对沈竹动了杀心，将苦练到第7重的忘情割绝给废了个干干净净。竹剑仙，而且从那之后，凌烟城每次有事情发生，竹剑仙都会来帮忙。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这师傅简直和峨眉的灭绝太太一个德行啊！不过这苏念一的天赋也是够恐怖的，自废修为之后，还能一人一剑踏上剑仙之路。若是当年没有喜欢上沈竹，一直认真的修炼，说不定真的已经争夺天命飞升了呢。师叔，看来船上那些人说的真的很对，铃兰城真的出事了。战争啊！师叔，不如我们帮帮他们吧。你要打算怎么帮他们？不如给他们一些钱财。这凌烟城城中百姓何止100万，给他们钱的话，我们又哪里给得起？战争的后遗症不是1个人2个人就能帮忙消除的。师叔，为什么要打仗呢？他们都有自己的子民，有自己的土地，我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行了？弄得天下生灵涂炭，这么多人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人有贪念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穿过铃兰城，去往大周吧。神阙这边的事情，朝廷会管的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们出城。出城？凌烟城刚经历一场战争，大周的敌人也刚刚撤去。这个时候出城，很容易遇到敌军。我们就是要前往大周的。大胆！你们竟然要前往大周，怕不是原本就是大周的奸细？来人，先拿下，好好审审。对不住了，但是我不能在这里和你们浪费时间。拦住他！有奸细，别让他跑了！留下！风铃，走了。是竹剑仙。竹剑仙果真名不虚传。大天象诀，你是星罗余孽。去！道门符传，真气竟如陷迷沼。八门金锁阵，竹剑仙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误会。这人是谁？竟能困住竹剑仙？误会吗？吴越，平州万里。逆流而上。秋藏刀，你是长生观主李寒州。竹剑仙居然认识我。宋一桃也就是绝情仙子，是我弟子。早知道就先亮刀了。李观主，现在不是出城的时候，
我不知你去大周做什么，但万水州是必经之都，刀仙乌恒正坐镇那里防我。现在神丘的人根本过不去。刀仙乌恒，不用担心，乌恒最多只待3日，3天之后你便可通行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师叔，你真厉害，竟然能和剑仙打架。打不过。剑仙是这天地间最强的一批人了，打不过也正常。听师傅说，咱们长生观最辉煌的时候，不管什么剑仙、刀仙，来了也得乖乖低头。这竹剑仙实力极强，若是他能陪我去大周，我们给你弄来不老泉的机会就更大了。让竹剑仙跟我们去大周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看起来好凶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走，去找他。论美貌，论身份，论实力，他都注定高高在上。但这份反差，却比任何剑意都震撼。师命，我收回之前的话。什么话？其实只要想做，总是能帮到百姓的。觉得做不到而袖手旁观，不过是借口罢了。走，去帮忙。今天多谢你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不会这么早结束。那些重伤的百姓可能撑不过去。举手之劳，我也是神阙国的人。倒是竹剑仙，从绝情谷万里迢迢赶来灵烟城，路程可不近。为了一个故人，他曾经用命守护这里。我不希望这灵烟城沦陷。你是说沈竹吧？看来李关主知道不少。很多年，没人敢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了。我听说，他最后一次去绝情谷找你时，你避而不见，有遗憾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有些事我不想回忆。想再见他一次吗？什么意思？我道门秘术可以引魂，我能帮你见他一面，把你当年没说完的话全都说完，如何？他死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？你只要告诉我，你想还是不想？好，但不是免费的。我希望竹剑仙能帮我做一件事。你去大周到底要做什么？暂时保密，放心，绝不让你为难。若你真能让我见沈竹一面，我便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这灵莲城历经战火，死去的尸骨何止千万，这阵仗真是吓人一跳。你是沈竹，是我只能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。沈竹，念一，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。好久不见。你最后一次来绝情谷找我时，我偷偷看了你，但我没有出去。你不要怪我。我不怪你，你师尊因我们的事去世，我知道你处境艰难。直到我在灵烟城斩死的那一刻，我最想的还是你。我本以为再见你会有很多话想说，但现在我觉得能这样静静的待一会儿就很好了。你放心，灵烟城我会替你守好，只要有我在，城就破不了。等我徒弟能独当一面，我就离开绝情谷，永远坐镇在这里。苦了你了。这是你用命守护的城，我不会让它落入敌手。谢谢你，念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这身体不是你的。不过活着的时候没亲过你，死了之后居然还有机会吻你一次，值了。胡说什么？念一，时间到了。
我要走了。你保重。聊完了，多谢你。利益交换罢了。奇怪，老头子说过这样会有后遗症，但没听说后遗症是脸疼啊，怎么感觉像被人扇了一巴掌？谁让他突然亲上来？师叔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竹剑仙居然愿意帮忙，逃不脱利益二字。我帮他完成心愿，他帮我做事，就这么简单。苏念一给的这本情报册子真不错，云黄大周内乱都很重啊。为了皇位，兄弟相残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使命，你想做皇帝吗？不想，做个普通人挺好的。师叔，客栈老板说大师兄10天前就退房走了，这去哪儿找啊？我掐算过，他还在城里，但万水城太大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小二哥，外面那些人犯了什么事？听说是神阙国派来的探子，最近抓了好多呢。师叔，大师兄会不会也被当成探子抓起来了？四皇子千岁！听说这是四皇子云迎殿下。是啊，殿下亲自来咱们万水州求雨，真是心系百姓啊。看来找人的办法有了。什么办法？让他帮我们找。啊，四皇子，他怎么可能帮我们？他会的。殿下，午时快到了，准备求雨了。知道了，一会儿就去。阁下悄无声息避开所有护卫，潜入我的房间，找我何事？或者说是来杀我的？你是老二的人还是老六的人？我谁的人也不是，我来找殿下是想谈个合作。你能帮我求雨，每天都有招摇撞骗的人上门，但敢直接说找我合作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你身上连一点真气都没有，我凭什么信你？信不信我？殿下今天不都要求雨？万水州大旱3月，滴雨未下。殿下此番求雨，不过是想在陛下面前露个脸，收买民心，为争夺太子之位积攒底蕴罢了。殿下心里清楚，求雨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不下雨，陛下不会怪你，只会觉得你心怀百姓。若是真下雨了，那就是殿下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殿下便是天命所归。你想怎么合作？简单，事成之后，殿下只需帮我找个人。拜见四殿下。诸位免礼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呼风唤雨。求什么雨？不过是皇家做做样子，争夺太子之位罢了。咱们这些老百姓就别跟着瞎起哄了。闭嘴！四殿下好心为我们求雨，你休要胡言！四哥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六殿下放心，人已经混进去了，保证四殿下这次白忙一场，甚至还会惹一身骚。无名云请，今日立于此处，为大周百姓求雨。上天明鉴，久旱之下生计艰难，吾愿以吾之诚心，换百姓之安宁。若得甘霖，吾必勤勉为政。护佑大周。四哥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这是要下雨了！老天爷显灵了，这也行？怎么可能？下雨了！多谢四皇子殿下，殿下千岁！滚开！本皇子要与民同乐。该死！老四运气怎么这么好？父皇本就对他不满，这次要是让他翻了身……殿下，祭坛周围肯定有陛下的眼线，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捧杀他。好，
快去办！感谢四皇子殿下，四皇子殿下万岁！四皇子万岁！万岁是称呼皇帝的，这要是传到父皇耳中，我死定了！别喊了，都闭嘴！万岁！四皇子万！诸位看到了吗？当今天下能担起万岁二字的，只有当今圣上。此人妖言惑众，必遭天谴。苍天降雨，是认可当今陛下乃真命之子。这雨是陛下的恩赐，陛下万岁！殿下，门外有2人求见，说是您的合作伙伴。快请！恭喜四殿下了，今天这出戏还算精彩吧？前辈免礼，今天若不是前辈出手降雷，我怕是万劫不复了。不过，若本王没猜错的话，前辈今日求雨所用的，可是星罗国的绝学大天象诀。殿下好眼力，星罗国是大周的潜在盟友，拉拢他们对自己争夺太子之位大有益处。前辈果然是云皇的人。这位是我们云皇的少主。楚星河，原来是楚校主，久仰久仰。这位是我们云皇的大祭司大人。我猜到了，除了大祭司，谁能有如此高深的大天象诀？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两位，我已经安排了宝酒，请务必赏光。请入座。听闻您是星罗国少主呀？对啊。那少主大人，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呀？给我们讲讲呗。每天砍柴。啊？皇子也砍柴啊？对啊。没想到星罗国的皇子这么辛苦。那皇子殿下每天吃的山珍海味，肯定和我们大周不一样吧？你每天吃几个菜啊？4个。啊？这4个菜还不够奢侈吗？我以前连肉都吃不上啊。皇子砍柴，用神兵砍不行吗？四殿下，我要找的人叫周乾林，最近在大周失踪了，我怀疑他被当成探子抓了，还请殿下帮忙。放心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杨华，去查最近抓的神丘国探子里有没有叫周乾林的，有的话立刻放人，就说是本王的人。是。大祭司，我让人查了几个月的卷宗，都没有周乾林的名字。他应该没在万水州被抓。奇怪，我算到他明明就在城里。大祭司，你们来趟大周不容易，不如先在我别馆住下，找人的事儿我继续帮你们打听。如此叨扰，实在过意不去。其实我带少主来是为了寻找天玄书院的不老泉，既然没线索，先住下也好。不老泉，巧了。不久后就有一场拍卖会，拍的就是进入不老泉所在天玄禁地的资格。资格？不是直接卖泉水？不老泉在禁地深处，必须用特殊灵宝碧落瓶盛装，否则拿出来就会变成普通泉水。那碧落瓶有卖的吗？没有，得请天玄学院的灵宝师定做，一个瓶子要50万两白银。靠！做个瓶子要50万两，还不如自己做。大祭司会做灵宝？会，但我没有碧落瓶的图纸。图纸宫里就有，我帮您弄来。不过，大祭司能否帮我也做一件灵宝？什么灵宝？碧水珠。若大祭司能做成，我必有重谢。谁啊？小点声，是我。大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们找了你好几天，还以为你被抓了。从你们进城第一天我就知道你们来了。我的信明明是写给老二的，怎么是你和那个废柴师叔来了？说来话长，
我带你去见师叔吧。见他干什么？他个混吃等死的废柴，能活到现在我都觉得是奇迹。我叫老二来，是有天大的机缘要告诉他。既然你来了，告诉你也一样。走。啊，不告诉师叔一声吗？大师兄，你听我说，师叔他现在很厉害的。厉害个屁！整天除了吃吃睡睡还会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用了什么坑蒙拐骗的招数，住进了四皇子的别馆，但这里太危险了。等四皇子回过味儿来，非砍了你们的脑袋不可。别废话了，快跟我走！这就是你师弟？没错，我师弟识命。行了，走吧，老大还等着呢。走，师兄带你寻机缘去。寻找什么机缘啊？带上师弟，居然不带我。周乾林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长辈吗？师叔，既然你师叔来了，怎么不叫来一起？这么好的机缘，要多带些人嘛。你们不知道，我这师叔就是个废物，连点修为都没有，外边还欠了一屁股债，带他干嘛？既然是师叔，那就一起吧。有这么好的机缘，当然是自己人先来。走吧，跟我们去见老大，保证不让你失望。老大，人带来了。哎呀，两位远道而来，辛苦辛苦。在下张啸虎。好家伙，典型的笑面虎，一看就不是好鸟。在下李寒州。听我这大师直说，这里有机缘，敢问虎兄到底是何机缘？拿来，给这位兄弟开开眼。这叫赤炎果，蕴含强大火焰之源，大周独有的宝物。吃上一颗，将来甚至能踏入仙域，成为无上强者。这就是个染了色的普通核桃。大周皇室为了扶持民间，特意让我暗中召集义社，偷偷贩卖此等宝物。皇室卖宝物还要偷偷摸摸？老弟呀，你有所不知，不偷偷的早被黄承祥那些世家大族抢光光了，哪轮得到咱们老百姓发财？哦，我懂了，是不是我要先交一笔钱获得销售权？如果我再拉人来卖，还能拿分红。行啊，老弟，你都懂。我靠，我都穿越到异界了，居然还能碰上传销！周乾林这大傻福竟然被骗进传销窝点了，还他妈想拉柳冬叶来凑人头！师叔，入会费要200两银子呢。师叔，你做了什么？滚吧，回去睡觉。师叔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让他忘了这段记忆而已。张啸虎派来监视我们的。师叔，你别废话。你在信里说找到了师兄的线索，还有长生观丢失的宝物，是真的，还是骗我来给你凑人头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真的找到了咱们长生观当年丢失的镇叛之宝，灵宝榜排名第3的转生盘。转生盘，传闻能让人死而复生、借尸还魂的顶级至宝。它在哪儿？在天玄禁地。那我师兄呢？师傅他死了。什么？大师兄，你说师傅死了？小师弟，你先别急。师傅虽然死了，但他在临死前找到了转生盘，借助转生盘转生了。我已经找到他了，转生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如果他坐牢了，我们可以请四皇子帮忙捞人啊。周乾林，你师傅该不会转生到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吧？师叔，师傅也是没办法，转生盘只有1个时辰的期限寻找新肉身，当时时间快到了，师傅刚好遇到一个刚死去的青楼女子，于是……你师傅他还好吗？应该还好吧，师傅说他会坚守底线，努力抗争的。天青楼在哪儿？在神都，
我本想赚够5万两给师傅赎身，我写信给四皇子，让他先帮忙捞人。对了，你师傅现在叫什么名字？师傅现在叫小英红。我那5大3粗的师兄竟然叫小英红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罢了，先救人。我操！师叔烈，师叔现在非常强。老四，这次万水城求雨，你做得极好。父皇谬赞，这都是苍天垂怜百姓，认可父皇的天命。云破呀，你大哥走得早，你现在是长兄，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儿，你得多帮衬拉一把。儿臣记住了，让我帮衬弟弟，这不就是警告我别抢太子之位，让我辅佐未来的太子吗？父皇难道想传位给老四？殿下，云皇大祭司的急信。天青楼，殿下，天青楼是神都有名的烟花之地。去，不管在哪家天青楼，给我找一个叫小英红的姑娘，找到后不惜代价花钱赎出来。是。凭什么我没资格争太子？老四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争？我弄死他！二爷息怒，有密报，四皇子那边突然派人在天青楼疯狂寻找一个叫小英红的姑娘。天青楼，那不是我的产业吗？这小英红是谁？是个不肯接客的清官，被老鸨关在地下室2天了。老四居然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大动干戈，有猫腻。去，把那小英红给我带回府上。我倒要看看老四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里。乾陵啊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我啊？再不来，老夫真要饿死在这个鬼地方了！想我堂堂超脱境强者，竟然落到如此地步！喂，算你走运，赶紧梳洗打扮，二皇子殿下要见你。二皇子，谁啊？英红姐，你怎么一洗澡就流鼻血？要不要叫大夫？没事，上火了。罪过，老夫单身一辈子，哪见过这种？我的天，青楼里居然藏着这等巨色！拜见二殿下。你和云晴是什么关系？云晴，不认识。还不承认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老四微服私访时爱上了你。你们两情相悦，他现在正到处找你，想给你赎身，对不对？这傻福皇子脑补能力这么强，不去写画本可惜了。不过，如果我承认是四皇子的女人，他作为二哥，总不能对弟妹下手吧？说不定还能保命。既然二殿下都看出来了，那奴家也不瞒了。确实如此。老四啊，老四！堂堂皇子跟一个青楼女子私定终身，这要是传到父皇耳朵里，你这太子之位就彻底没戏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呀！什么人？有刺客！大胆贼人，敢闯我皇子府，该当何罪？师弟，是你！还好师弟你来得及时，不然真的就废了！敢抢老子的女人，给我拿下！找死！废物，我亲自来！
谢谢。师弟，你刚才用的是星罗国大天象诀，你怎么会？谢了。没什么好谢的，皇子府那几个废物本就留不住你，我只是顺手。没看出来，你这道士还挺风流，来大周，竟为了个青楼女子和皇子为敌。仙子误会了，其实她是我。不必解释，我对你的风流往事没兴趣，我只欠你个人情。说吧，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行吧，那就请仙子帮我做一件事。就这样，麻烦仙子了。知道了。师弟，那美女是谁呀？苏念一，竹剑仙。竹剑仙，你居然让竹剑仙欠你人情！别乱叫，要不是我用轻功跑了一天从万水城赶来，你今晚真就失真了。师弟，大恩不言谢。你是师傅？师傅，你没有被那个啥吧？闭嘴！不要胡说八道！怎么感觉师傅这打扮像个邻家大姐姐？师弟，你真不打算告诉我大天象诀怎么来的？捡的。不说这个，你就打算一直这样？转生盘一生只能用一次，想变回去，除非找到传说中的阴阳鱼。天地初开诞生的3条阴阳鱼，一条在南海佛门，一条被农夫炖了汤，现在世间只剩最后一条，行踪成谜。唉，随缘吧。师弟，要是师兄这辈子都变不回去，我就陪你单身终老了。你再恶心我，我现在就清理门户。大祭司，四殿下有请。大祭司，碧水珠和碧落瓶的制造方法我弄到手了，灵宝的胚子也准备好了。好，等少主他们一到，我就开工。是你？是我。好好交代，我给你条生路。若负隅顽抗，我让四殿下好好交代你。说，我说，老弟，哦不，义父，求义父开恩，别打了。你的赤炎果哪儿弄的？义父，我全招，那根本不是什么赤炎果，就是我老家的核桃，我用特制染料染的色，不掉色，专门用来骗人的。真是奸商！大祭司，这种人杀100次都不多。殿下，此人有用。殿下不是想筹集军费吗？正好我也想拍卖进入天玄禁地的资格，不如联手赚一笔。怎么赚？轻伤重刑杖。此人太危险了，幸好是站我这边的。放人！以后帮我做事，做好了有赏，做不好，我保证打得你比现在惨10倍。是，义父放心。叫先生。是先生。启禀陛下，星罗国大祭司携少主来访。星罗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设宴，传皇子们作陪。星罗国少主到！拜见大周陛下。免礼。这位就是星罗国少主。我叫楚星河。陛下，我们从云晃来，备了些薄礼，望陛下笑纳。这是何物？陛下，此乃我星罗国独有秘宝赤炎果，服用可参悟火焰大道，甚至踏入仙域。可惜前些时日被神去国的人盗走大半，我们这次来大周就是想结盟，共同对抗神去。若夺回果实，星罗愿与大周平分。好，结盟，赐座。收赤炎果，北绝商人高价收购赤炎果，50两银子一颗，不差钱儿。走路不长眼啊！是你们不长眼，把我的货都撞掉了。这不是星罗国秘宝赤炎果吗？拿下！包家主人卖的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
快放了我！得罪我家主人，没你们好果子吃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我主人乃是剑仙。剑仙，能从星罗国偷出秘宝的，必定是仙域强者。难怪，你这果子怎么卖？30两一个。你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300个，9000两。钱货两清，我主人那儿还有好多呢。还有，全送到我府上，我全收。我们买他的东西，反而能教好这位剑仙。若有剑仙支持，太子之位必是我的。明天把那个北绝商人找来，把这批果子卖给他赚差价。记住，盯死北绝商人，绝不能让他和这卖果子的人接触。多谢殿下。只是这数量实在有些少啊！我从北绝万里迢迢跑一趟不容易，就收到这么点儿，赚的少啊！秘宝难寻，能弄到这些也是不易。倘若殿下能多弄来一些，我70两银子一颗收。70两，好，那我们长期合作，本皇子肯定给你弄来更多的赤焰果。好，那我就等着殿下的好消息。别怕数量多，我带来了充足的资金。仅仅是转手一卖，就赚了这么多。这个北绝商人和昨晚那个卖果子的小子绝不认识，只要他们不见面，我聚众倒手，简直是一本万利，还能借此教好那位剑仙，真乃天助我也。还要吃岩果吗？这小子越嚣张，越说明他背后的剑仙底气足，连我这个皇子都不放在眼里。要，今天带来了多少个？1000个。但是我家主人说了，这赤岩果现在紧俏得很，别的地方卖得非常好，有上涨的趋势，所以不是30两银子一个了，要50两一个。你们要就要，不要我就走。50两？怎么突然就涨价了呢？按照我们之前的价格，已经不便宜了。要就要，不要我就去卖给别人，我们又不愁买家。之前我来的时候，看西城区好像有个皇子府，我去问问那边买不买。西城区，老四，哎呀，小兄弟不要生气嘛，1000颗赤焰果是吧？我全要了。就算涨到50两，转手卖给北绝商人70两，我还是能赚2万两，绝不能让老四占了便宜。东西给你，数数。不用了，我相信小兄弟。二殿下真是厉害，我收这么多天都收不到1颗，您居然能弄来这么多！1000颗，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70两银子1颗，没问题。几个时辰就净赚2万两银财，全天下哪有这么快的无本万美好生意？唉，但还是太少了。殿下，不能多弄点来吗？我尽力了，今天就只拿来这么多。殿下帮我多弄一些。北绝那边给我来信，这东西需求量大得很，市场完全空虚。若是殿下能给我多弄一些，我愿意出100两银子1颗收。100两交给我了，本皇子保证给你办妥。那东西我先带走了。100两1颗，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那个小子给我带来更多的赤焰果？要成啊！普通的避水珠就好，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了。啊，成了！哎，我操！这里面不会真封印了个变态恶魔吧？罢了罢了。我做的灵宝虽然总是奇奇怪怪，但核心功能还是有的。云英敢不敢用，就看他自己了。已经3天了，那个卖赤焰果的怎么还没出现？张小虎那边都把收购价涨到120两了。二爷，卖赤焰果的人来了，快请！老弟呀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不知道这几天我怎么熬过来的。抱歉啊，殿下。这2天主人有事，我就没来。这次我带了5000个，但是价格变了。主人的意思，现在要100两银子1个，你们要就要，
不要我走人。又涨价，100两，就算100两，转手也能净赚20两，5000个就是10万两，5000个还是太少。老弟回去问问剑仙大人，能不能多卖我些？哼，还少？你要多少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有多少你要多少？你知道我主人弄来多少赤炎果吗？我怕你买不起。小兄弟不用担心，有多少我云破都能吃得下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让我把货拿来又反悔，敢耍我家主人可是会亲自来找你聊聊的。不敢，我考虑考虑，今晚给你答复。行，主人那里起码还有30万颗的存货，你要是真能吃下，我就全送了。30万！我今晚住城中3山客栈，明天就走，你好好考虑。快去把那个北绝商人找来！哎，二殿下，收完这批，我就准备离开大周了。怎么了？离国那边也出现了赤炎果，在您这儿收得太慢了，这么多天才不到1万颗，太耽误时间了。你到底能吃下多少？吃下多少？二殿下别小瞧人，我是北绝首富，连我们陛下都对我客客气气。去年北绝军饷1半都是我捐的，你拿多少，我吃多少。杀了他抢钱，不行，这人在北绝能量太大，若死在我这儿引发2国跟战，父皇绝不会饶了我，太子之位就彻底泡汤了。我能弄来30万颗，你要吗？要！殿下若能弄来，我出130两1颗。好，100收130卖，1颗净赚30两，30万颗就是900万两。你等我消息，2天内我把货凑齐。900万两，有了这钱，我不仅能还清士族的借款，还能拿出大笔军费献给父皇。老四算个什么东西？太子之位是我的了！借钱？侄儿啊，你在神都有不少产业，应该不缺钱啊，借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是啊，外甥，你要这么多钱有何用？舅舅，父王，具体事宜我不便多说，但这事儿关乎到我能否登上太子之位。你们把钱借给我，不出7天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们。好，为了太子之位，这钱我们凑。岂有此理！竟有人敢在大周冒充我星罗国大祭司和少主，必定有诈！黑白无常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等等，你们的脸怎么回事？大祭司，有人堵在云皇入口，不让我们出去。是神阙国的诛剑仙苏念一，他说要在那里清修，不准我们出去打扰。我们气不过和他交手，结果被打成这样逃了回来。荒唐！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清修，我去会会他。绝情谷诛剑仙，久仰大名，老夫云皇大祭司。这里不让走，回去吧。老夫欢迎，但我有急事需外出，还请行个方便。老夫可为您另寻一处绝佳的清修之地，这里蚊虫肆虐，怕是会扰了您的清静。不必，这里很好，蚊虫不会靠近我。没得商量吗？到了该走的时候，我自会离开。在此之前，云荒之人不得离开半步，否则杀无赦。听闻云荒有位沉睡的老祖，若你们想出去，大可唤醒他，打赢我就可以走。哼！李寒州让我守在这里，不让云荒的人出去，还真挺简单的。大祭司，不好了，少主不见了，只留下这封信。胡闹，简直胡闹！他居然一个人偷偷跑出去找那个会大天象诀的人了。大祭司，我们杀出去找少主吧。怎么出去？苏念一死守在外面，难道要折损一半高手硬闯吗？只能祈祷少主平安无事了。二殿下，30万个赤炎果全在这里了，你给人点点。不用数了，
我相信剑仙大人。主人今天来城中办事，我回去问问他老人家有没有空。若午时前没来，就是没空，我们就离开神都了。欢迎剑仙大人莅临，我一定扫榻相待。二爷，已经过了午时了，看来剑仙大人不会来了。罢了，无缘得见。去，快把商人找来交货。二爷，不好了，那商人不见了！不见了？什么叫不见了？问了周围的人，说他上午就出门了，到现在都没回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找，给我挖地5尺也要把他找出来！二爷，全城搜遍了，没有半点踪迹。完了，3000万两，我拿什么还给氏族？二爷，我们是不是让那个人给骗了？东西绝不能烂在手里！立刻给我联系北绝的商人，只要有人要100两，不，原价卖也行，给我回本！3000万两，3000万两啊！大祭司真是神仙手段，用30万个破核桃就骗了老二这么多钱。殿下，您答应过我的事，老实待着吧。37分账，我拿1000万两，大祭司拿2000万两。这笔巨款，我不是没动过私吞的念头，但大祭司这等手段，连氏族都能算计进去，太可怕了。我若得罪他，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既然二皇子已经被坑了一次，那就再坑他第2次吧。二哥都被坑了3000万两了，居然还要坑第2次！羊毛能这么挨着一只羊薅吗？老二到底做了什么孽，让他恨成这样？星罗国大祭司少主到！见过大祭司，见过少主，略备薄酒，请进。二殿下破费了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师叔，这府中埋伏了不少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莫名其妙就能感觉到的。别瞎说，二殿下是好人，他今天叫我来，是给师叔送钱的。真甜。大祭司，之前您说过，星罗国弄丢了很多赤藓果，是吗？不知大祭司现在还想不想要？当然要，那可是我星罗国的宝物，还指着它生活呢。不知大祭司之前是多少钱一个卖的？好的时候，大概能卖到100两一个吧。好，实不相瞒，我从别人那儿重金买下了一批赤岩果，我想着是大祭司丢的，就全买下来了。既然大祭司能卖100两，那我90两一个卖给您，如何？让大祭司净赚10两。只要他肯买，我虽然亏点，但能还清氏族的债。若他不买，就说明他有问题，我立刻让刀斧手将他拿下。好啊！我在陛下面前说过，赤岩果被盗，卖果子的人很可能就是小偷。殿下遇到贼人，不通知我抓贼，反而自己买下来，现在又倒卖给我。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大祭司误会了，那贼人实力极强，是位神秘的剑仙。我怕大祭司有危险，才擅自决定买下，破财消灾啊！原来是位剑仙啊，难怪能从我星罗国盗走宝物。那大祭司，这果子你们买吗？买啊，为什么不买？殿下自己搭钱帮我找回宝物，我一定禀明陛下，好好奖励殿下。好，大祭司痛快，我有30万颗。大祭司给我2700万两银子即可。没问题。殿下真是帮了大忙。货在哪儿？货全在里面，30万颗，一颗不少。太好了，大祭司，那我们这笔生意就算是成了。大祭司，您这是？二殿下，您是在耍我们？这是赤岩果吗？二殿下看好了，我们星罗国的赤岩果是不会掉色的。二殿下真的是会开玩笑？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疯了！
大祭司，我说这事儿是个误会，你信吗？好一句误会，那我也去和陛下说说这个误会。陛下的好儿子用一堆核桃就想骗我星罗国2700万两银子。今天这件事，大周皇帝必须给我星罗国一个说法。我星罗国虽退居云晃，但也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捏上一把的。少主，走。大祭司，等等！完了，这事儿要是让父皇知道，我根本解释不清。我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太子之位就彻底泡汤了。二殿下还有事？怎么？难不成想让暗中埋伏的300刀斧圣出来砍我们？你可以试试。不，大祭司误会了。大祭司，今晚这事儿真的是个误会，给大祭司造成的损失，这点心意就当是我赔罪了。这是100万两，求大祭司高抬贵手。好吧，看在周帝对我不错的份上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希望殿下好自为之。你呀，比你四弟真的是差了太多了。照我看，你四弟比你更适合做皇帝。二爷，没吃饱吧？老板，2碗面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师叔，你真厉害，你早就让张啸虎做了2种赤焰果，对不对？一种掉色，一种不掉色。张啸虎也是个人才，颜料调配的不错。可是师叔，你临走前为什么要故意提4皇子？你说4皇子更适合当皇帝，2皇子肯定恨死他了，这不是让4皇子更危险吗？傻孩子，我们现在虽和4皇子走得近，但别忘了我们的身份，大周是神阙的死地，来时灵岩城的惨状你看到了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都是大周造的孽。他们若是为了皇位内乱起来，对我们神阙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们现在只是因为利益暂时同船，等事了了，我们和大周迟早有一战，懂了？面来了，慢点吃，烫。怎么不吃？师叔，你说如果2国真打起来，吃苦受难的还是百姓吧？这么好吃的面，战争之后是不是就吃不到了？就不能不打仗吗？可以，好好修炼，等你的实力强大到能决定一切的时候，自然可以左右2国是否开战。只要你够强，他们就得听你的，不敢违逆，这样不就解决纷争了吗？大祭司，我的碧水珠应该做好了吧？算是好了吧。这是啥？碧水珠啊？这颜色不对吧？独一无二的私人定制款。你别管它什么颜色，肯定能避水就是了。不信殿下自己去试试。好，那我先去试试。哎，师弟，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热死了！要不是这身皮，我连衣服都不想穿。大周这鬼天气。话说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都想柳冬月他们了。你想回去就先回去，我大周的事儿还没完。听石命说你要去找不老泉，你是认真的？天玄禁地那地方可是很危险的。我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我不希望你也去冒险。运气不好死在里面，运气再差一点，等你出来，咱俩就成姐妹花了。滚！有机会的话，我要把转生盘一起带出来，那毕竟是我们长生观的东西。师弟，这几年我感觉长生观被什么人针对了。我误入天玄禁地很可能就是被安排好的，转生盘就是诱饵。那人针对的不是长生观，是道门传承。整个天玄大陆被布下了死葬风水局，导致天地灵力无法吸取。我已经解开了一个穴，只要彻底破局，这方世界的传承就能回归。我知道啊，咱们长生观那棵梧桐树就是风水穴之一。不仅如此，这第2只死丧风水局就在天玄禁地之中。咦，你知道？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跟你说，你以前除了吃喝玩乐还会干嘛？跟你说得着吗？看来这天玄禁地
我还非去不可了。我答应过老头子，一定会解开风水局的。老头子？谁啊？李清风。大祭司，你的避水珠真的神了，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避水珠效果都好。那是自然，除了避水，没发生别的奇怪的事吧？没有啊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没事没事。大祭司，我明日一早就出发去北海寻王关，半个月后，天玄禁地入门资格拍卖会在天古城举办，我就不陪你们去了。殿下忙你的，拍卖会我自己去就行。二爷，四殿下已经出发前往北海了。老四，为了你，我可是花了血本请了祭谢阁的天罡境杀手，也算是对得起你了。传令下去，到了北海就动手。是。大祭司说这珠子除了避水，还有别的隐藏功能。这都6天了，毫无反应。这颜色有多邪门有多邪门，还是收起来吧。云破这废物，出高价让我杀老四。本想在这北海城动手，没想到这小破城里竟隐藏着另一位天罡境的高手。罢了，明日你下北海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到时候海中凶兽一围，谁也查不出你死于刺杀。师叔，这城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氛，好温和啊！是灵力，而且是从天玄禁地中泄露出来的精纯灵力，难怪天玄书院能出这么多强者。这天玄禁地非去不可了。诸位想来我书院求学的，规矩再重复一遍。我们会根据你们的修为，安排同等境界的弟子。只要你们能在任何方面胜出，就有资格入内。我来，我是五品武者，快开始吧！怎么输了？同样是五品，我居然被他一招秒杀了！老先生，承让了。您的棋艺不错，再磨练几年，必有成就。师叔，这通过率也太低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拿着，我先进去等你们。这位先生毫无真气，只是个普通人，那我们便出一位普通弟子。不知先生要比什么？下棋、书画、钓鱼，还是边框？比武。我书读得不好，略通拳脚，找个能打的出来吧。比武？两个毫无真气的普通人比武，怎么比？互相薅头发吗？不用比了，你通过了。是，副院长。在这个时代，竟然还能看到一身如此精纯灵力的人，这还比什么？多谢。这位姑娘，你想比什么？就跟你比吧。小生许浩然，乃书门首席，修为9品。姑娘只是普通人，不管比什么都吃亏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我书门最重名节，这要是让他这个样子跑出去大喊，我堂堂首席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祖宗，我算你过了，还不快把衣服穿好？哦，谢谢公子。好奇怪，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喊非礼，是我听错了吗？天哪，这3个人是一起来的，居然连续进去2个了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前面2个一个比一个邪门，这个小子看起来老老实实的，总该是个正常人了吧？小兄弟，你进来吧。哦，好。小兄弟，你有3品修为，那我就叫一名3品的师弟过来跟你比。你想比什么？比砍柴。砍柴？行，总算遇到个正常的了。
这位兄弟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好。般若斧！我操，这还比个屁呀！我收回刚才的话，这3个人没一个正常的，谁家拿神兵利器来比砍柴啊？这跟拿核弹炸蚊子有什么区别？不比了，不比了！用般若斧砍着破木头，就跟切豆腐似的，我认输。好了好了，算你过了，你赶紧去找你师叔吧。大祭司说的隐藏功能咋还没出现？难道他是骗我的？云破那蠢货非要等他拿到古皇冠再动手，也好一石二鸟。找到了，有了这顶皇冠，父皇生辰大典上，太子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就是他！四皇子殿下，有人买你的命，我是来拿你的头颅的。找死！蝼蚁！领域是天罡镜，四皇子得罪。亡命休矣！没想到四殿下隐藏的这么深，连超脱境都没到，竟然能躲开我这一刀。我躲开了？怎么躲的？殿下快跑，到北海城找大将军！跑！想跑？天真！怎么可能？我操！我是什么万中无一的天才吗？我身体怎么自己动了？死！给我滚过来！不线索，雷鸣中！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子堂堂天罡境杀手，连你一根毛都没摸到！我真不知道。你别追了，前面就是北海城，大将军在里面，你杀不了我了。算你命大，今天这笔账我林水水记下了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吓死老子了！林水水，林是水。我的避水珠除了避水，还有别的特殊作用，就等着殿下去发现了。避水珠不光能避开海里的水，连名字里带水的人的攻击都能避开。我靠！大祭司没骗我，这真是一件神器呀！不对，是3成比例，放屁是4成。天玄书院分书吏、武、玄4门，时命去了吏门，师兄非要去武门看人打架。这玄门到底是教什么的？玄之又玄的修仙理论？动物特征、植物药效，这不就是动植物百科大全吗？啊！这不就是物理和化学课本吗？很多知识也就是初中水平，甚至有不少错漏。不过对异界人来说，能研究出这些也算厉害了。可惜，这世界依然是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不会学以致用，学这些粗浅的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大胆！你居然敢说我们玄门学的东西没用！我没说没用啊！放屁！老夫刚刚亲耳听到的。拜见门主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们玄门的书禁止外人看，反正你也看不懂。我们玄门致力于发现世界的真相，
根本不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明白的。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发现世界真相，就你们这些破玩意儿，我还真不稀罕学。不过是些小孩子都明白的东西罢了，牛气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说老夫的学术小孩子都会？好，好，好，老夫今天一定要给你点教训。要打架吗？你这超脱境修为，恐怕不是我对手。打架，那是午门莽夫才干的事儿。我考你一个问题，你若答对，老夫赔你一件灵宝；若答不上来，你要当着四门的面给我们玄门道歉。哦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不如这样，若我答上了，我也考你一道；你若答不上来，再多给我一件灵宝，如何？狂妄！若老夫答不上来，这玄门门主的位子让给你坐。门主就算了，给灵宝就行。听好了，在墓地附近经常能看到绿色的鬼火，你可知这是为何？答不上来了吧？愿赌服输，去广场道歉。就这，不就是鬼火吗？人死后，尸体腐烂会产生一种叫做磷化氢的气体，这种物质燃点极低，在常温下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便会发生自燃，所以就形成了你们看到的绿色鬼火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会知道？老夫研究了那么多年，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给这种物质不明啊！门主，这小子一听就是胡说八道，什么磷化气，听都没听过。无知便是原罪。怎么样，我说的对吗？你说对了。承让，我的灵宝呢？赶紧的，别耍赖啊！这是副院长亲自炼制的灵宝，用得好可抗衡天罡境强者。墨雨人间图能将活物封印其中。好东西啊！那我还用出题吗？都拿了你一件灵宝了，再拿一件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问，老夫就不信答不上来。那我问了啊，请问这本书为什么会掉在地上，而不是飞到天上呢？这算什么问题？扔出去当然掉地上啊，这不是常识吗？小子，你在耍老夫！东西不掉地上还能掉哪儿？对啊，是掉地上，但你想过为什么吗？这是常识，但它的原理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往天上飘？原理当然是……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从出生起就是这样，可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我怎么从来没想过？我们不知道，难道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我不能白教你们啊！既然门主搭不上来，再给一件灵宝呗。老夫身上没灵宝了啊！你堂堂一门之主，就那么一件灵宝，你怎么这么穷？唉，算了算了，当我倒霉。等等，干嘛？所以到底为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掉在地上，而不是飘在天上？罢了，告诉你们吧，这叫万有引力。万有引力？我们所在的世界存在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叫做引力，它吸引着我们站在地面上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掉落，而不是飘起来。不对啊，柳絮就会飘在空中，飞虫也能飞上天。力是有强度的，鸟儿凭借翅膀扇动的气流抗衡重力，若不扇翅膀，依然会掉下来。柳絮重量极轻，是依靠风力漂浮，但风停之后，最终归宿依然是地面，不是吗？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绝世奥秘的？总不能说是牛顿被苹果砸了想出来的吧？说了还得问牛顿是谁。算了，自己揽下来吧。有一天，我在树下睡觉，突然，一个榴莲掉到了我的脑袋上，于是我就悟出了这个道理。好了，我能走了吗？仅仅是一个榴莲砸头，就能悟出万有引力？阁下莫非是我玄门的天选之人？还望先生能加入我玄门，振兴玄门啊！啊，我就是来溜达的，加什么玄门？没兴趣，告辞。老师，
您若是不答应，老夫就长跪不起。求先生留下！多大的人了，还玩这一套？快起来！刘振南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怎么还给一个小辈跪下了？真是可笑！堂堂玄门门主，竟给一无知小辈下跪，传出去岂不丢尽我天玄书院的脸面？玄门还是和以前一样，烂泥扶不上墙。达者为先，这位先生学问远在我之上，我跪下拜师有何不可？就他，只能说明你们玄门学识太低。污蔑恩师，你给我道歉！我靠，我什么时候成你恩师了？给他道歉，别胡闹了。我来是听说你们玄门弄出了种速干墨水，来药些看看效果。想屁吃！不给恩师道歉，休想拿我玄门一滴墨水！滚回去！刘振南，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是吧？你们玄门年年垫底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。若不是我们书门施舍买你们点破烂儿，你们早喝西北风了。不知感恩，还为个无知小辈跟我翻脸！等等，你一口一个无知小辈，说的不会就是我吧？我家门主说你无知，你也别觉得难听，因为在他面前，任何人都是无知的。放屁！胡老狗，你少在那儿装叉！你说别人无知，那我考考你，你可知为什么东西会掉在地上，而不是飞到天上？傻了吧？东西又没长翅膀，当然掉地上啊！问这种白痴问题，一群蠢货！你们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知道人饿了会死，却不懂其中原理。知道这些破玩意儿有屁用？科举考吗？只会让你们越来越穷。我们书门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你们这群搞破烂的废物，敢跟我们比吗？书门就很高人一等吗？看来这位小兄弟对我书门很不满啊。我没有看不起书门，也没有觉得读书人不好，我只是觉得你们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读书读得觉得高人一等，圣人就是这么教你们的。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妄议我书门？胸无半点墨，只会和玄门这种下九流鬼混！赶紧出去！你们敢！宝贝，现在道歉还来得及，否则我定将你告到院长那里去。我为何要道歉？既然你说我胸无点墨，那我们就比一比，看看到底是谁胸无点墨。敢吗？赌注如何？我赢，你们书门给玄门当众道歉；我输，我给书门道歉，从此滚出天玄书院。恩师，不可冲动啊！你要和他们比什么？若是比玄门那些破烂玩意儿，大可不必。我书门不屑研究，和你们比玄门知识，那是欺负你们。那我们就比诗词。笑死我了！一个混玄门的要跟我们书门比诗词？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喂，我也不欺负你。由你们玄门出题，我们比作诗，敢吗？你出题吧。如今大周战乱，前不久刚与神阙交战，那就以战争为题。我先来，烽火连天起，干戈动地惊。将军挥剑舞，壮士展豪情，热血沙场洒，忠魂史册明，胜利终可待，四海乐生平。好，好一句将军挥剑舞，壮士展豪情，写出了将士风采。该你了，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可够？论作诗，我10个也比不上你，但我会抄啊！9年印务教育不是白读的，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碾压你。无需一炷香，作诗而已，现在就可以了。我看你能憋出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！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这易经，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，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，绝品，绝对的千古绝品。是我们蜀门输了。我不服，我还要再比一场。周师兄，你们已经输了，我为何还要比？我用这块灵晶做赌注，你若赢了，灵晶归你，书门当众道歉；你若输了，滚出书院。好纯粹的灵力，若是吸收了，对我修为大有好处啊！成交！比什么？比作词，还以战争将军为题，你可敢？随便随便。塞边边关冷月，帐中灯火阑珊。铁马金戈声震地，剑指苍穹意气寒。将军百战间，热血满腔未冷，忠魂一片如丹。壮志凌云平敌寇，何惧沙场万死还？英名千古传。周师兄为我！齐洛这首词堪称上品，这局稳了。到你了，你到底听没听？听了听了，到我了是吧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，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可怜白发生。这等雄奇悲壮之词，简直是神迹。这小辈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怎么样？先生说的对，我们的书真的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今日得见先生一诗一词，方知天地广阔。愿赌服输，我们这就回去准备，给玄门道歉。我们玄门今天终于扬眉吐气啦！别叫我恩师，我真不适合当老师。冲破桎梏了，炼气4重，体内的灵力更浩瀚了。恭喜师弟，修为又进了一步。话说这天地灵力都枯竭了，你是怎么修炼出灵力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自然而然就能修炼了。我闭关多久了？3天了，师弟呀，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书门当众给玄门道歉了？现在整个书院，你的大名如雷贯耳，天天有人上门求师求偶。那个柳镇南老头天天来堵门，要请教问题。你以前只会吃喝玩乐，到底是不是装的？你隐藏这么深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师兄，有话好好说，不必凑这么近。这要是被旁人看见，还以为咱干啥呢？师傅，师叔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我靠！小石头，你听为师给你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必须想办法给他变回去。恩师，学生柳镇南来访，求恩师解惑。这老邓怎么又来了？头疼死了！恩师真乃大才，这些难题在恩师面前竟如吃饭喝水般简单。就是你问的简单，要是涉及到大学高数，我也得抓瞎。好了，你坐下，我问你点事。你对天玄禁地了解多少？我要进去取不老泉。恩师要进天玄禁地，学生劝您三思，那里危险至极。说说看。每一个活着出来的人，对里面的描述都不一样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只能在白天找，天黑之前必须出来。我知道了，那不老泉呢？不老泉位置不固定，能否找到全凭机缘。看来这禁地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不过不老泉、转生盘、死葬风水穴都在里面，这一趟必须去。
大不了天黑前出来。师叔，昨天我去午门，听到他们都在议论你。议论我？我也不认识他们。他们说你进来时是免试的，历史上只有2个人有过这待遇。他们都在猜你是个大高手，希望你有空去午门做客。午门？午门可是强者的摇篮，出了好几位仙域强者。我正需要大量的武学经验来改良北地诀，正好去看看。果然，北地诀最大的问题是运功路线不适合武道修行，必须重新推演。请问是李寒洲大家吗？要签名吗？不是的，是副院长有请，李大家请跟我来。副院长找我何事？是一位故人，他得知你来了，传音让我送你去见他。故人？我不认识吧？你不认识他，但他或许认识你。他在天玄禁地等你，他说有东西要交给你。在天玄禁地？我知道你本就奔着天玄禁地来的，不用去买资格了。明日午时，我亲自送你进去。你回去准备吧。真的？省了几百万两银子啊！不知他为何一定要见你，但切记，天玄禁地中禁忌重重，绝对不要触碰，否则，就算你有一身精纯的灵力，也会陨落其中。明日午时来此找我，去吧。好可怕的手段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跨越空间，连这等人物都对天玄禁地如此忌惮，看来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了。什么？明天就去？你疯了！那地方连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你做啥准备了？买顶级法宝了？放心吧，我今天出去买了些东西，我不会拿命开玩笑。我答应过老头子的事，必须办到。师弟，师兄没用，这种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师兄别这么说，以前都是你罩着我，给我收拾烂摊子，养着我这个蛀虫，我心里有数。从今往后，长生观有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能否出来看命吧。记住，天玄禁地中禁忌极多，绝不可触碰。若天黑了，千万不要到处乱走。找到不老泉就尽快出来。至于想见你的人，他会主动找你，不必刻意寻找。希望你能平安归来，明白？这么多灵晶，要是全让我吸了，分分钟筑基啊！天玄书院这底蕴太恐怖了。道家八字名言，好精纯的道法，竟能将这禁地入口封印得如此死寂。这八字真言是曾经的一位绝世高手留下的，只可惜岁月太过久远，力量已损耗殆尽。如今的封印是他留下后手加固的，若无此后手，天玄禁地早已大开，必生大乱。这是先天灵宝，号称能锁天地万物的神器。这便是那人留下的后手，他深知八字真言无法永恒，便寻来镇天锁，死死锁住这禁地入口。那位留下镇天锁的高手，究竟是谁？他是你长生观的祖师，曾经的第一高手李清风。老头子，这一切竟是他的手笔！请夫子借密天玉一用。进去吧，万事小心。好诡异的地方。小伙子，
天快黑了，别在外面瞎逛。若是这么慢走，天黑前怕是到不了清风镇的。要不要我捎你一段？那感情好，有劳大叔了。天要黑了，找个地方投宿去吧。去周家，他们家大。啥情况？你找谁？路过此地，想借宿一宿。进来吧。这风水根本不是给活人住的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吉魔葬死居。客人住这里，记住，天黑之后绝不要出来，晚上不太平。子时了，这戏腔。来的时候挂的都是白灯笼，现在全变成了红的，这府上真是有古怪。叔叔，你看到我的皮球了吗？这天玄禁地果然就是一片鬼域，白天是人，晚上是鬼。这小鬼杀人肯定有触发规则，我要是把球还他，或者走出去，恐怕就中招了。叔叔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皮球呀？对不起啊，没看见。我真是个好人，你去别处找找看吧。啊！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我都看见球在你手上了，你还说没看见？这球质量还不错，拿回家给小千竹玩。你有本事抢我球，没本事开门嘛！开门呐！别躲在里边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天玄禁地绝非自然形成，背后定有人操控。这不老泉今晚多半会出现。好啊，你终于出来啦！定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要球吗？哎，就不给你。你们瞅你爹呢！问你点事儿，你们周老爷在哪？客人若想见老爷，随我来吧。你来了，官人，奴家美吗？亏你问得出口！你们周府是没镜子还是没尿啊？你瞅瞅你那脸样长的，咋好意思问的呢？找周老爷的，没空陪你玩。大婚之日我也不爱埋汰你，走了。你找死！哼，不知好歹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雕虫小技。刚说了懒得搭理你，既然你不依不饶，那就先收拾了你。来人！鬼还带摇人的。娘子，相公，此人闯进来欲对奴家行不轨之事，若相公晚来一步，奴家就被糟蹋了。禽兽！这算什么？仙人跳？不对，仙鬼跳。黄河宗的千钧指，不陪你玩了。你死定了！好重的尸气，你不是鬼，你是僵尸。我倒要试试你的身体有多硬。待着吧。咦，还活着？刚才那掌用了一半力道，超脱境武者早灰飞烟灭了，真抗揍。难怪书院要把这地方封印起来。秋葬，好硬的肉身，连神兵秋葬都斩不断。
看来你就是今天新来的猎物了。你的刀不错，比以前那些破铜烂铁强。看来你就是周老爷了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不老泉在何处？一个将死之人问这个有什么用？来到这里的人都得留下，这是主人的命令，受死！去，区区暗器对我不灭之体没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糯米，来之前特意去菜市场买的，10文钱一斤，量大管饱。我要你的命！没用的，连神兵都斩不断我，一把破木头硬挡。那是什么神兵？你说这个呀，不过是500年桃木做的木剑而已，对付你这种邪祟，比神兵好使多了。不可能，那仅仅是一块破木头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杀伤力？桃木本就克邪，500年雷击木更是你们的克星。说吧，不老泉在哪儿？还有，你的主人是谁？什么主人？我不知道，这里只有我。不老泉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哼，嘴还挺硬，真当老子好糊弄？就凭你这通玄境巅峰的废物，也能把一代枪仙留在这儿？等等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哦，可惜我不信了。爹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还要看多久？难道要我请你出来不成？我带你去拿不老泉，拿完之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。好啊，怎么称呼？死得太久，名字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当年江湖人称长空剑。你就是长空剑，莫云，100年前的绝世天才，天罡境剑修，极有希望踏入剑仙之列，却死于朝堂之争。没想到被炼成了僵尸，困在这里。莫云吗？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。走吧。不老泉，拿了不老泉，往东走30里就能出禁地。听说装不老泉必须用这玩意儿。碧落瓶我见过，但你这个是卖到假货了吧？没见识，黑白相近怎么了？没准比一般的还好用呢。这泉水真香，听说喝了能延年益寿。普通人喝了元寿，你这般修为只能强身健体、洗筋伐鬼，或者入药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以为你们会誓死守护，没想到这么痛快就给我了。你们不是用这不老泉为饵，骗人进来杀了炼僵尸吗？对我倒是蛮好说话的。废话，你他妈拿着把桃木剑切通玄境僵尸跟切白菜一样，谁愿意跟你拼命？赶紧拿了水滚蛋！哇，不老泉！谁？还没喝过呢，今天要大饱口福喽！瓶子说话了，还能自己喝水！我操，我的瓶子成精了！我炼制的东西怎么越来越离谱了？等等，他怎么还在喝？普通的碧落瓶最多装半升，他怎么喝了上100斤了？这玩意儿装不满的吧？住手！怎么，不是你们说的让我带走不老泉？我的瓶子还没装满，你们就想翻脸？你的瓶子有古怪，莫非想将不老泉全部清空不成？好瓶子，给我放开了喝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看来没得谈了。正好，我也想领教一下100年前的绝世天才长空剑诀到底有多玄妙。一剑长空。
天象诀，剑术不错，但比起苏念一，还是差了点儿。剑域开，大天象指。他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！还没饱！完了，不老泉若是干了，天玄禁地就彻底毁了。定，不要乱动。你若不动，什么事都没有；你若敢动，五雷阵瞬间让你形神俱灭。没用的，你带不走的。就算我不拦你，也有人会拦你。就是你的那个主人吗？对付你，根本用不到主人出手。不是他的主人，看来这禁地深处还隐藏着更恐怖的强者。好吃好吃。好了，回来吧。咦，这味道是什么？味道？我怎么没闻到？天地钟灵的味道，这里竟然有天地钟灵！我靠，小东西你跑哪儿去？肚子里的不老泉洒了怎么办？那可都是宝贝。这是青魔宗第一代宗主元魔志，上清宗第3代宗主青红高人，这些名字全都是曾威震天下的绝世强者，他们的墓怎么会全在这里？99幻阴阵，有人将这些强者的尸骨聚集在此，利用他们生前残留的气运，布下这惊天巨阴大阵。难怪能培养出那么多恐怖的怪物，好大的手笔！老东西，怎么可能？你的墓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声不响的死了，又把我弄到这个见鬼的世界，你到底在算计什么？你真的死了吗？会不会待会儿突然从坟里爬出来吓我一跳？那只是衣冠冢。这衣冠冢是你立的？立了好多年了。他还喝酒吗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李清风他还喝酒吗？你和他生活那么久，不会不知道吧？看来他不仅认识老道士，还知道自己在蓝星和老道士生活的事。逢年过节喝2口，我就知道，这老东西信誓旦旦地说戒酒，结果还是偷偷喝。这语气怎么跟老夫老妻似的？难道这是老道士在异界惹下的情债？前辈尊姓大名？您和老道士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死敌吧。我不信，前辈就是副院长说要见我的那个人。是我。转生盘，李清风当年交给我保管，让我有朝一日遇到你，便交还给你。老道士有什么用意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那老家伙鸡贼得很。这东西也是你的吧？你炼制的灵宝很有意思。不过你把天玄祭地的不老泉都抽干了，有人会找你麻烦的。找麻烦？那人布下死葬风水局封锁测天玄界灵力，就算他不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他。你很聪明，但还是莽撞了。你以为枪仙是怎么死在这儿的？罢了，其他的麻烦我都帮你镇压了，但最后这个麻烦，因为规则限制，我无法插手。那是死葬风水穴的阵眼所在，我劝你带着东西赶紧走。前辈可知这些是什么人制造的？一个疯子。现在的你知道太多没好处，等你筑基了，我再告诉你一切。放心，他暂时没精力亲自对付你。筑基？既然如此，那这死葬风水洞我破定了！七星会阴阵。难怪灯笼女说这是最后最大的麻烦，用7名绝世强者的尸骨布阵，滋养中间棺材里的怪物。那怪物在里面吸收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阴气，一旦出来，绝对是天灾级别的。但这穴必须破，天玄界的灵力必须恢复。
老子今天就来会会你！堂堂长生观传人，竟然用星罗国的大天象诀，要是让李清风知道，怕是气得要从棺材里蹦出来。本门功法太难，这大天象诀用着顺手，前辈见笑了。雷来！破！好强！这气势，仙域强者！斩龙枪，你就是枪仙司徒灵？没错，他就是当年死在这里的枪仙，如今被炼成了怪物，守卫这里。我刚才劝你走，你不听。枪仙又如何？我这身装备专克邪祟，拼了！许久没有人唤醒我了。长生观李寒洲见过枪仙，哼，狗屁的枪仙，现在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，连狗都不如。我自认天资绝世，一杆神枪天下无敌，闯着禁地，竟败得如此凄惨，是我太狂妄了。年轻人，风华绝代，有点傲气是应该的。没这点傲气，你也成不了枪仙。前辈就别安慰我了，你不也被困在这儿？虽然你是半鬼之体，不受那人控制，却也离不开这禁地。外面的世界我没兴趣，不过你若想解脱，他或许能帮你。他手上有转生盘，只要你能转生，便可重获新生。只是要舍弃这一身惊天动地的修为。一身修为算什么？没了再修便是。只要能摆脱这傀儡之身，哪怕做个凡夫俗子，我也愿意。只是想送我转生，须先击败我，我身不由己。那就领教领教第一枪仙的实力。八门金锁，天罡五雷阵。来得好！好强的雷阵，可惜火候差了点儿。被锁定了，躲不掉。阵起！起！小子，放弃吧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可是僵尸之体加枪仙修为，更可怕的是，他的仙域还没开，你就已经快招架不住了。前辈，晚了。主人有令，他必须死在这里，绝不能带走不老泉。前辈要插手，你虽不受那人控制，但你受规则限制，无法违背他的意志对我出手了。我若想做，没人能拦。你可以试试。若前辈能出手杀我，给我转生机会，求之不得。他到底是谁？连这禁地背后的恐怖存在都拿他没办法。多谢前辈，但不用了。前辈若强行出手，定要付出极大代价。您在一旁看着就好，我来解决他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杀你了。仙域开！这就是仙域强者的真正恐怖吗？在他自己的道里，我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不，我还有底盘！这股力量竟然直接镇压了我的仙域，这不可能！有请天庭，真武大帝
林山。请神符，清风曾说过，这是长生观最强符箓，但若不知仙神明会事迹，根本无法请动真神。天庭、真武大帝，这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好强！让我来试试！这一枪蕴含我毕生之道，名曰天谴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天玄禁地的气息，有人一剑斩开了天玄禁地。好强的一剑！安静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还好吧？强请神明临身，反噬极大。你现在就像风中残烛，竟然还没晕过去。灵晶都是我的。刚才支撑他还能站起来的，难道是地上这些灵晶？财迷疯了吧？好疼！老头子可没说过请神符后遗症这么大。师叔，你是千竹？你怎么长这么大了？我现在在长生观。师叔，你醒了，你等着，我去叫师傅。弟子拜见师叔。扶我起来，我好像昏迷了很久，看你们都变样了。很久？你从天玄禁地出来已经整整3年了。3年！终于明白为什么请神符不能乱用了，这直接植物人3年。那日你在禁地晕倒，是天玄书院副院长把你带出来的。你那一剑斩穿禁地，名震天下。多少强者想扣下你逼问秘密，多亏了书门胡东儒和玄门柳镇南拼死护送我们回神去。这3年，太玄圣主甚至请了药王来看你，都说你神魂受损，只能靠自己硬挺。还好，你挺过来了。对不住师兄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对了，绝情谷苏念一来找过你，他说你在外面坑蒙拐骗，居然拿他当挡箭牌，要找你算账，看你晕着就走了，说等你醒了再来算。他还记仇了。那大周那边呢？师叔，1年前大周政变，二皇子云薄篡位称帝，他登基后甚至威胁我们神切国，要求把你交出去。云薄成了皇帝了。是的，二皇子篡位登基，神阙和大周本来就水火不容，3个月前两国又开战了。千主，3年不见，你竟然已经跨入超脱境了。现在很多宗门的优秀弟子都达到超脱境了，像太玄圣地的陆天行、绝情谷仙子，都在江湖上闯出了名头。那你怎么没去江湖历练？你这修为已经够资格下山了。师命，我把不老全带出来了，等我好点儿，亲自去药王谷找孙药仙，给你炼制脱脉丹。多谢师叔，其实我无所谓能不能修炼，我只希望师叔下次别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。咦，你师傅呢？上宫去了？哈？上宫？是啊，长生观早就没钱了，现在打仗物价飞涨，除妖的活也不好找。师傅为了赚钱养家，就去百花居上工了。百花居？
他在那儿干嘛？师傅现在可是百花居的花魁呢。千竹不去数练，也是因为这个吧？师妹说你没醒，师傅没修为，关里只有他一个超脱境，怕以前得罪的仇家找上门。说到底，是我这个做师兄的太没用了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傻孩子，别这么说。长生观的柴是你劈的，水是你挑的，正因为有你在后方默默付出，千竹才能安心修炼，突破超脱。你们都很棒。放心吧，如今我醒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诶，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睡死永远都醒不过来了呢。胡说八道！你这小东西会说话就算了，怎么还会喷粪？怎么说话呢？叫本大爷出来什么事儿啊？喂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偷喝我东西，还喝那么多！你的？你整个人都是我的。呵，果然是好东西。这是领域，炼气五重竟然就成就了武者天罡境才能开启的领域。师叔，你能走动了？好的差不多了。师命，去买肉，买日用品，以后不用吃这些清汤寡水了，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。师叔有钱。好嘞！师兄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大清早晨练呢？师弟，你能走了，太好了！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千里吧！师傅，怎么了？大师兄怎么了？你们大师兄被人抓了！今天我在百花居上宫，有个嚣张的年轻公子对我动手动脚，钱灵气不过，上去跟他打了起来。那小子扬言要弄死我，千灵一怒之下出手太重，直接把他那玩意儿给废了。结果那小子大有来头，竟然是洛神门的人，还是洛神门老祖的亲孙子。洛神门当场来了一位绝世高手，把千灵给强行抓走了。你还真是红颜祸水。不过，动我长生观的弟子，问过我李寒州了吗？我去一趟洛神门。